杜金女儿被刺杀，有人拜错了庙。其实杜金本人并非中国的老朋友，他也不是普京的智囊。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关于杜金女儿被刺杀身亡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俄罗斯的主流媒体都认为是乌克兰国家机构指使所为，而乌方呢矢口否认。但是在中国国内，有很多人却把杜金说成是普京的智囊，而且呢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说道，此人并非西方国家所说的是普京的智囊，而且他过去对中国并不很友好，甚至还曾经鼓吹过肢解和分裂中国。亚历山大·杜金是一位欧亚主义理论家，西方国家为了攻击普京的侵略性，将其称之为普京的智囊。他的主要主张非常夸张，远远超出一般的俄皇派。俄罗斯国内的媒体分析认为，亚历山大·杜金并非普京的盟友，而是对普京西方立场的尖锐批评者。一位熟悉俄罗斯国家安全政策的分析人士说，如果普京想杀死杜金，会采取不同的做法。另外，乌克兰政府实施报复的可能性也极小。从理论上讲，没有一个反对普京的势力愿意帮助普京来对付杜金。能够证明杜金并非普京的盟友，从一个事件中呢就可以看出来。此人在2014年就被解除了教学工作，这一行动恐怕需要得到普京的同意。尽管杜金支持俄罗斯政府所采取的在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但他对普京的表现并不满意。近来他曾呼吁对普京的政权进行更迭，并认为特别军事行动标志着帝国的回归，也就是俄罗斯回归帝国。他曾宣传说，我们弥赛亚未来命运的完全恢复，是东正教的承担者终结的欧亚帝国。杜金的思想或者主张，在他的地缘政治的基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未来》一书中有详细的阐述和说明。他认为，俄罗斯才是东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有责任重现罗马帝国的荣光，要建立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大陆联盟，以对抗以美英为首的自由主义联盟。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东斯拉夫国家，在欧洲方面要吞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亚洲要与伊朗、日本和印度合作，建立一个以俄罗斯为主导和核心的联盟。别以为他的主张跟中国没什么关系，这位极端分子为了避免中国影响俄罗斯的强大，计划将西藏、内蒙古和新疆变成安全缓冲带，也就是将这些地区从中国肢解出去。在杜金看来，中国才是俄罗斯的威胁，而且呢会对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帝国形成巨大的威胁。那么将中国肢解以后，那么中国的定位就是为俄罗斯帝国提供经济产品，也就是廉价生活用品的提供国。俄罗斯呢还会要求中国向南发展，占领除越南以外的印度支那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也就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俄罗斯则会继续控制越南，以制衡中国。说白了，他无法接受中国变成一个北方国家，必须让中国把发展的重心转向南方，以避免对俄罗斯形成威胁。直到最近2年，杜金可能认识到俄罗斯的实力不够，才想起来要联合中国，在东北亚让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俄罗斯的伙伴，帮助俄罗斯建立欧亚帝国，甚至称中国可以是经济发展的主导者。所以杜金在俄罗斯就是一个极端的俄皇派代表。西方国家喜欢称杜金是普京的智囊，本质上就是在骂普京。这个人是俄罗斯扩张主义的代表，普京不喜欢他，乌克兰也不喜欢他。西方国家拿杜金说事儿，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拿此人来抹黑普京。我们中国的网友不能因为杜金是俄罗斯人就觉得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为此人的观点在任何国家都属于异端邪说。就这一点而言，杜金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朋友和伙伴。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